好的，爱生活游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林小北。这一期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第一个 S3 赛季的正式视频，同样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云顶之弈 S3 赛季的第一场对局。在这一期视频中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云顶之弈 S3 赛季所有真实的英雄技能展示和羁绊相对，同时你们将和阿北一起体验一场世界顶级云顶选手聚集的混战。到底哪个国家的玩家会在这个最高水平的混战中成功拿下云顶之弈 S3 版本全球第一击的荣耀呢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场游戏发生在北京时间2月底的一个凌晨 ，IOT 邀请全球知名云顶玩家对 S3 版本进行首次封闭式测试，而这局对局也是全球范围内云顶 S3 赛季正式露出神秘面纱的第一场比赛。可以说，谁能吃鸡就是当之无愧的 S3 赛季全球首鸡。这次囊括中国、美国、欧洲、韩国等地，全球总计35位云顶之弈知名玩家受邀参与到此次测试中。由于各个地区的高手玩家都在，那么第一场比赛哪个地区的玩家拿下全球首击就显得尤为瞩目。虽然没有人明说，也没有任何名义上的奖励，但是这 S3 版本全球第一击的荣耀，相信受邀参赛的35人，每个人心里都希望将它带回来。当然我也不例外。最终因为各种原因，中国区只有我成功进入到了这第一场比赛中，与全球高玩同台竞技。整个 S3 版本的第一场比赛，这让我兴奋不已。但作为唯一一个进入比赛的中国人，全村唯一的希望也让我感到压力山大。比赛正式进入读取界面，其余所有人则需要在场外等待第二场，同时他们也关注着这第一局对局的结果。接下去我们来交代一下本场比赛入场选手。第一位 Cool Life JQ， 欧洲地区高玩， YouTube 150万粉丝作者。第三位欧洲区玩家， YouTube 知名作者 G2 战队 Root HS。 第四位 Bolt IOT 拳头云顶之弈总设计师。第五位林小北，中国区玩家，云顶烂分王，云顶之弈解说与视频作者。第六位俄罗斯知名云顶之弈主播 YouTube 知名作者 JM 战队戴尔斯萨克。第七位欧洲区知名玩家 Dora YouTube 53万粉丝知名作者。第八位北美地区 Solo Feeder 知名云顶之弈主播和作者。随着读秒结束，云顶之弈 S3 版本全球第一场比赛正式拉开序幕。进入游戏，我们就看到了非常酷炫的星空地图选人，以及大量完全不认识的人物。顶着240的延迟，我抢先抢下了大棒。第一回合进入游戏后，我懵了，不止我懵了，所有参赛的8个人都懵了，因为场下直接放了2个 Nico， 然后这爆给我的英雄就让我更懵了，这都是谁啊？怎么不爆装备啊？而接下去我就更闷了，可能是因为中文客户端的关系，所有的技能说明、羁绊效果全部都是乱码，这直接让我两眼一摸黑，变成瞎子了。S3 版本第一场比赛中，其他几位都是英文客户端，他们都能看到全部的羁绊说明，而我这一堆乱码根本不知道英雄技能和羁绊效果是什么，好像天然就劣势了。前3轮野怪打完，我仅仅获得了一个反曲弓和一堆不知道是谁的英雄，但是还算有点脑子的我，很快意识到可以根据图标来找相同羁绊的英雄，把图标长得一样的放上去，结合测试前拳头发到我们的内部数据，猜测他们的效果。看着我迷茫的乱点，你们应该知道当时我是有点慌乱的，但幸好运气不错的是，我早早刷到了2星安妮，凑成了双法师双斗士的羁绊。2星安妮非常的猛，技能是 W 技能，同时会获得一层非常厚的护盾，所以我意识到这个可以当前排。这个2星安妮是真的猛，一个打好几个，帮我打破了总设计师 Molt 100血的不败战绩，也帮助我打了一波2连胜，成功以第2名来到了野怪回合。石头哥不，沼泽哥，沼泽哥装备的爆率非常的高，直接爆了3个装备。游戏已经接近中期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3个2阶段一般我们至少要确定阵容了，所以我开始查看羁绊，我发现星之守护与法师有3个英雄重叠，这2个似乎可以组一组啊。在不知道具体数据、两眼一摸黑的情况下，重叠越多，那肯定越好嘛。事实证明，重叠越多，果然越好。3个2阶段，我直接拉了波6人口，把所有的钱花完，靠对照图标，艰难的认出了拉克斯、狐狸、辛德拉、卡牌是我们需要的。花完所有钱买下这一些后，成功在仅仅6人口的时候就凑出了6法师3新手的阵容。6法师的羁绊和 S1 相似，增加大量法术强度，而星之守护的羁绊是提供回蓝效果的，这2个非常的搭。尽管只有2个2星，但是根据前2个赛季的经验，中期凑出这种大羁绊，我们是很难输的。果不其然，6法成型非常的猛，安妮带复活甲当前排根本死不掉。左一的睡眠，拉克斯的 Q 技能提供双控制，卡牌的 Q 技能，辛德拉的大招和狐狸的 Q 技能作为主要输出。阵容中期一波爆发，帮助我成功打了一波4连胜，来到了狼哥不，现在是龟哥的环节。凭借着跟龟哥良好的交情，我们成功套出了一个铲子。不是啊，老板，你刚认识龟哥，怎么就有交情了？哎呀猪，你看，这是龟哥第一次上台，
现在根本没人搭理他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跟他打好了关系，这个就叫做抢占先机。你看，就这交情，给个铲子不过分。同时，通过这一波连胜，我们的经济也重新养回到了50。这个时候，我又开始犯难了。这个铲子上和什么呀？我没一个认识的呀，吃了读书少的亏啊！算了，先放着吧。就在我以为凭借6法这个大 buff， 我将一路连胜的时候，我排到了来自 JM 战队的萨克，结果发现我居然完全打不过他。他的天使跟疯了一样在后排输出，直接4人口血怒了我一波。天老爷，7人口的6剑士 buff， 他这是已经半只脚吃了鸡了啊！我觉得情况不太妙，全村的希望可能要吃不到鸡了，所以我赶紧拉了一波7人口，上了一个前排顶一下。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法师羁绊有一个奇怪的头像，是4元的，没错，那就是大眼怪维克兹。4元的大眼怪，那技能肯定是大招啊 ，biu biu biu 那个群体伤害，那多猛啊！而且我突然还刷到了大虫子，记忆中我还刷到过螳螂，那么说明 S1 的虚空羁绊真实伤害也是存在的。那么如果我换掉一个法师上维克兹，再搭配2个虚空，是不是就能凑出8人口、3新手、6法、3虚空，以维克兹为主 C 的真伤法师阵容了？群体真实伤害加法师 buff 加新手回蓝，应该是非常的猛吧？凭借着这样的想法，在 S3 全球第1局比赛进行到中期的时候，我心里终于有了一套成型阵容的目标。拉7人口后，第1轮我排到了 Dora， 他玩的是魔神机甲流，然后我发现这个机器人很强，开局合体后超级能扛，好不容易打死了，还会分出本体，直接被扣了9点血。这一轮打完，我惊喜的发现 JK 死了，这样来看啊，我至少不会是最后1名了。还剩7家，我大递了一波，递掉了30元，刷出了2星大虫子，还终于刷到了我们想象中很猛的主 C 维克兹，并且把场上所有棋子升到了2星，同时给了维克兹一个炽天使，帮助他快速启动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维克兹的表现，肯定贼猛。好，注意看啊，他要来了，就这啊。好在我其他牌还是给力的 ，Q 飞的也在玩跟我类似的阵容，但他的牌都被我刷走了，他一副要死的样子。最后一轮散装野怪打完，又给我爆了这样的装备，接下去我开始犯难了，这铲子怎么办？我现在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再给一个炽天使，一个是合成一个转职。老板，给大虫子合个法师转职啊！怎么合啊，阿柱？你认识啊？老板，你看这个皇冠像不像阿离的技能？有点。阿离是什么？阿离是法师啊，老板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可以，阿柱，还是你聪明。法师大虫子转职，那我不得起飞喽？由于合成错误，预想的阵容我们需要上8人口才能成型，所以我决定不刷了，直接用开场给的Nico合成了2星大眼，然后用力气上人口。2星大眼还是非常猛的，你看他这姿的，直接打了一波4连胜，直到我又遇到了6剑的萨克，完全打不过，一波被打掉了17点血，打倒了。幸运的是这轮打完又没了一家，我的名次至少能有前6了。真的是爬得好艰难啊，每前进1名，心里都落一块石头。成型装选秀，我给大眼抢了一本鬼书，但是接下去一轮我又输了，被 Tearfeeder 的魔神机甲流打了14点血。但这一轮打完 ，Dora 和G2的 Root HS 头像暗了，我们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，踏着欢快的步伐，蹦蹦跳跳的进入了前4。没想到啊，突然烂分有了，真的好难啊！但是至少烂分是真有了。现在我连输了2局，强度明显不够，暂时排在第3名。为了苟名次，我直接上了一波8人口，花光了几乎所有的钱，上了螳螂，凑出了3虚空，把阵容最终成型了。而 S3 版本全球第1局对局决赛圈也正式拉开了帷幕。TFT S3 全球第1击到底会花落谁家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决赛战列第1名的是欧洲区 JM 战队的萨克，阵容是佣兵破魔6剑。决赛第2名中国区林小北，虚空新手6法。决赛第3名云顶之翼 IOT 拳头总设计师 Mort， 阵容是重装暗星未来战。其中5元棋子锤石的技能是直接拉一个场下的替补上场，非常的猛。决赛第4名北美区 Tearfeeder 魔神机甲新手法师6，决赛一触即发。第1轮我就直接对上了阵容最强的第1名欧洲区的萨克，看着他这个9人口6件 buff，2个5元棋子，我还是很慌的。对局开始，大虫子瞬间残血，但临死前踩出了关键一脚，直接控住无人。炽天使加持下的维克兹顺势接大，一波带走2人，但是对方的女枪没倒，开启大招檀木喷射，同时锤石放出第1个大招，拉上了替补席剑圣，对方人数再次占优。但好在维克兹一个小走位找出角度，开出第2个大招，这次直接打倒了所有人。这一波横扫，伤害拉满，完成清场，一波打掉了萨克20点血。这轮打完，排名发生了变化，我来到了第2，但4家的血量都非常接近。决赛第2轮，我排到了第4名的北美区 Tearfeeder 魔神机甲。开局他先合体的魔神机甲，并且是带复活甲的，而我的安妮也直接满蓝开大，叠出了厚厚的护盾。很快，我的大虫子、虚空之眼和后排法师的一波爆发，
几乎把场面打成了一边倒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主 C 魔神机甲开始爆发，先是一刀砍死了我左一，同时分体完成，小鱼人瞬间点死了我大野。我方辛德拉同时给兰博大招打出了复活甲，但兰博倒地前已经开启了大招火烤，配合安妮伤害，再次带走了我方的螳螂和安妮。这波反扑非常的猛，敌方小鱼人给辛德拉套上大招，辛德拉临死前一波爆发，带走了对方满血的安妮。就在辛德拉血量见底要去世的一瞬间，光辉给出了 Q 技能禁锢，双阳刀加持下，辛德拉快速平 A 回满蓝，倒地前顺势带走了对方关键的小鱼人。最终光辉收下召唤物，我们决赛圈打了一波2连胜，这一轮直接扣了他14点血，成功带走了北美区玩家 TOFeeder， 这让我们成功进入了前3。目前场上仅剩欧洲区的 Zack、中国区的林小北和北美区 IOT 云顶之翼总设计师 Mode。决赛第3轮再次对阵 Zack 的6剑，大虫子依然是临死前给出大招，配合维克兹一波真伤爆发。因为对方有亚索，所以我一直没给维克兹第3件装备，怕被亚索切。果然，同样2件装，亚索大的安妮被维克兹直接喷死。对方女枪一波爆发，但伤害不够，没有完成清场，最终被我打掉了18点血。而这一轮打完，总设计师 Mort 被镜像带走了。最后一轮选秀，我抢下第2个炽天使给维克兹，并且用 Nico 合成了一个3星辛德拉。最终与我1对1对决的是欧洲区 JAM 战队 Zack 的破魔6剑阵。全球第1击到底花落谁家？是中国区玩家还是欧洲区玩家呢？一切即将在这一轮见分晓。在最终对决开始前，我在最后1秒换了主 C 的位置，防止被针对。最终对局开始，果然他把暮光之眼和天使换到了左边，想针对我的维克兹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条东西是什么效果，反正想来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双至天使的加持下，维克兹开场就喷，亚索飞过来的空中直接暴毙，但大虫子在人堆中却没能开出大招。对方女枪开始弹幕散射，我方维克兹也同时开大。双方进入了气功波对波阶段，就在双方对波僵持不下的时候，3星辛德拉突然启动，直接一个大灌死了女枪。末将3星辛德拉，请你赴死！对方主 C 一倒，我方势如破竹。最终随着召唤物倒地，我们完成了胜利。中国区的玩家吃到了云顶之翼 S3 版本全球第1击。打完比赛的那一刻，看到吃鸡的页面，我坐在椅子上很久。我已经快30岁了。我从来都以为自己不会因为这个游戏激动，但当看到自己真的拿到 S3 全球第1击的时候，意料之外的，我竟然非常激动。我做了很久很久的英雄联盟视频，是7年还是8年，久到我自己都快记不清了。但这7年里，在英雄联盟各项记录、各项奖项、各种邀请中，从来都没有林小北的名字。我就像一个小透明，用7年的时间在这里面摸爬滚打。而今天我很庆幸，因为我知道至少有一项很不起眼的小小的记录是属于林小北这个 ID 的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打完的那一刻会这么激动，也许是因为当我终有一天离开这个圈子，逐渐不再打开电脑玩游戏时，我依然可以在工作之余高兴地抬起头，对身边的人说：嘿，你知道云顶之翼吗？ S3 全球第1击，那是我吃的。也或许是因为我终于可以告诉20岁的自己，当年进入英雄联盟的事情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后悔。我是林小北，关于云顶之翼 S3 全球第1击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局游戏中并没有很多国内顶尖的主播，所以阿北这个第1击吃的是有很大的侥幸成分的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会在今明2天内更新 S3 版本所有羁绊和英雄效果的详细介绍视频。那么我们下期云顶之翼视频再见。